大家好，我是卡尔。这是要介绍的是 Raw Data ILS 的操作。Raw Data 中文意思叫做原始数据 ，ILS 是大家很熟悉的仪器降落系统。那 Raw Data ILS 就会被定义为只看着原始数据做仪器进场的操作。在这个操作，我们不会开 Flight Director， 也就是 FD。那在整个仪器进场的过程中，飞行员必须自己去判读原始数据而去做修正。个人认为，这个操作是可以训练飞行员 PFD 扫描的熟练度。在许多航空公司招募的时候，模拟机考试有蛮大的几率会去考这个操作。在之前本人于 GTA 的教学生涯中，这个操作占了很大的部分。那我们希望学生在训练时可以达到脑袋不用思考，就可以立即反应而做出相对应的操作。相信蛮多模拟飞行的朋友，大部分都会用 ILS 去做进场，甚至本人自己在电脑飞行的时候，大部分也是交由自动驾驶去做进场的动作。那在真实情况中，飞行员会依自身的情况或者是当天的天气状况，如果允许的话，是可以自行手动驾驶去执行进场的。那回到正题，为什么我们要很熟悉这个操作呢？因为个人认为，这个操作如果做到很熟悉的状态下，代表你的姿态飞行是很熟练的。要有好的姿态飞行，你的眼睛必须快速地去扫视各种飞行数据。那有良好的姿态飞行，是一个飞行员非常基本且非常需要熟练的技能。我们都会告诉学员，有好的进场才有好的落地。不好的落地往往是因为没有好的进场所造成的。因为没有好的进场，飞机不能保持良好的姿态，造成在最后落地阶段时还在做修正。落地阶段时又有落地阶段需要注意的地方，那两种混合在一起，对于经验比较不足的飞行员就很容易造成落地不顺利的状态。相信把这个技术练熟之后，在其他需要手动飞行的情况下，更能快速胜任。那还是要声明一下，本人并非真实世界的飞行员，也没有接受过正式的飞行员训练。虽然我是经由真实航空公司机师的教导，所以本影片所提及的不会包含任何航空公司的程序，只是用于模拟飞行员的范畴内。如果您是正在训练的飞行员，请以您的飞行教师为主。如果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按个赞。首先，我们来看这个 PFD 上面的一些数据，相信大家都很熟悉。高度、速度、航向、地平线、bank angle 等等。第一个要看的地方就是 ILS 的讯号，右边的代表下滑道 glide slope， 下面的代表左右定位台 localizer。要注意的地方是，这两个讯号只代表说飞机目前是位于这两个讯号中心线的相对位置，并不代表说飞机目前的绝对位置。那我们看到下面有一些很重要的标记。首先，这根黄色的垂直线代表 heading， 也就是机头的方向。那它是不会变的，永远在正中心的位置。旁边还有一个绿色的小菱形，英文叫做 track， 中文我们把它叫为航机。这个标记的定义为飞机真正往前飞的航向。那为什么要有这个 track 呢？
是因为在天空不可能都是没有风的状态下，如果在有侧风的情况下，飞机机头的航向跟实际飞机往前进的航向是会不一样的。如果说风从右边来是个右侧风，在机头航向不变的情况下，飞机实际往前进的航向会比机头航向还要左边一点。如果反过来，风从左边来，那真实航机就会在我的机头右边。那如果侧风的分量接近于0的时候， track 便会跟 heading 两个标记汇合在一起。有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 raw data ILS 的操作时，是必须以 track 去做航向修正的参考。再来，我们看到这个很像十字架的标记，这个标记跟我们刚刚上面两个 ILS 的标记颜色是一样的，它们是相关的标记。那这个小十字架叫做 ILS Cross Pointer， 这个标记会跟我们在航图上面看到所颁布的 Approach Chart 上的 Cross 是一样的，所以这个 Cross 会是固定的位置。那如果你的飞机航向是超过下面这个小罗盘的范围，这个标记就会消失，改以数字代替。数字在左边，代表 ILS 航向在你的左边，反之亦然。那有一个观念很重要，也是初学者常常会考问的地方，在于下面这个 cross 跟刚刚上面那两个 ILS 两者之间是要分开看的。上面那两个大菱形只是代表飞机在仪器降落系统上的相对位置，那下面这个 track 只是代表飞机目前正在飞行的方向，所以不能把它混在一起解读。再来，如果你有开 FPV， 也就是空巴飞行员俗称的 bird 为飞机往前进的位置，所以会上下左右跑，所以 bird 左右位置是跟下面这个 track 是一样的位置。比较熟的飞行员是可以在不用看下面小罗盘的状况下，也可以把 raw data 的操作飞得很好。相信大家经过长期训练之后，也可以有这种技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些范例，前面先针对左右定位台 localizer 来解做说明。第一个情况，我们把飞机摆在跟 localizer 讯号靠左边且平行的位置，距离跑道约15海里。那我有把现在飞机的位置标示在上面的航图，大家可以参考。那目前是没有任何风，所以 heading 跟 track 是叠在一起的。那这里请将注意力放在这个绿色小菱形 track 上，在 PLD 上可以看到下面 localizer 讯号会在右边，但是最下面的小罗盘上 track 跟 ILS Cross Pointer 这两个标记是重叠的，代表说目前飞机实际飞行的方位是跟航图上所写的 ILS 航向是一样的。但是方位一样不代表飞机是飞在 localizer 中心处，必须把上面 localizer 的讯号飞到中心处，才是真正有飞在 localizer 的中心上。在这边我们先把 ILS Course Pointer 跟 track 换一个方式称呼。空巴飞行员习惯把 ILS Course Pointer 称之为宝剑，把 track 称之为钻石，这样会比较好讲。那要怎么把飞机飞回去 localizer 中心呢？很简单，把我们的钻石往右摆，也就是把飞机往右转，让它在宝剑的右边，这样就会达到我们往 localizer 中心飞过去。那要拦截 localizer 中心的角度要多少呢？这个基本上需要经验，依据当时距离跑道多远，以及跟 localizer 的距离等等做判断。
这里以 localizer 距离不远为假设，如果距离跑道已经还有点远的时候，拦截角可能不用太大。那如果距离跑道已经算蛮近的时候，拦截角就有可能要用大一点。但是拦截角较大，意味着飞机往 localizer 靠的速度越大，所以飞机 truck 摆回去 ILS 航向的时机就要早一点。那如果跟 localizer 有段距离，那就一定要让拦截角大一点。个人建议，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可以把飞机放的距离稍微离跑道远一点，然后拦截角可以以一颗钻石当一个基准，可以把钻石飞在这个宝剑左右两边1-2颗的位置。那如果不够，可以多1颗的量，不够再加，这样慢慢去感受。等练习久了，就会有自己的修正方式。那至于转弯时 bay angle 要多少呢？我个人大部分都是用5度以内，很少超过10度。因为大型民航机速度快，所以稍微有一点点的 bank， 飞机便会很有效率的转弯。如果 bank 太大，那飞机的转弯速度会很快，初学者很有可能造成转不回来的现象。那要记得，飞机转过去我们想要的 truck 之后，记得把机翼摆平。很多初学者都会忘了把机翼摆平，导致飞机一直转弯，拦截角越来越大，最后就来不及转回来，造成 overshoot 飞过头。那至于要提前多少，要开始把航向转回去呢？这个就需要多练习。那我个人的习惯是 localizer index 如果回来一半的时候，我会开始把钻石飞回去一半，这样子可以让飞机接近 localizer 中心的速度降下来，以免造成 overshoot 飞过头。等到 index 接近中心的时候，再把 truck 摆回去接近宝剑中间的位置，后续再细微的修正。这时我的 bank 只会用1度，甚至有时候是0.5度，因为这边只有一点点的修正量，所以 bank 不需要用到太大。如果太大，很容易把钻石飞到另外一边去的，那这样就要再修正一次。初学者常常会看到他们是飞 S 型的，这代表没有把前置量预估好，或者是 bank 太大所导致的。再来，我们看一个很常见的范例。飞机目前是放在桃园机场动物座跑道外约15海里的地方，高度3000，航向东8洞，已设定动物座跑道的 ILS， 拦截角一般是30度。天气的部分，风向14洞，风速10里，所以是右侧风。在 PFD 上可以看到 heading 跟 truck 这2个标记是分开的。那看到下面的小罗盘，钻石是在宝剑的右边，意味着我们是往 localizer 飞过去。但现在这个位置可能还看不到 localizer 的 index， 因为目前是在 localizer 显示范围外。如果 index 开始出现在下面的范围尺规，代表说飞机已进入一定的范围内。
练习的时候可以尝试把能见度调整到看不到机场的状况下，或者是开额外的视窗挡住外面视野，练习只看仪表。那我们继续以这个航向往前飞，这时候注意看 localizer 的 index 会开始往中间靠，开始往中间靠的时候，建议就开始转弯。那么转弯的速度实际上是要依据侧风的大小来决定要转得快或转得慢。如果侧风是把飞机推向 localizer 的时候，那就要转快一点。那如果相反过来，就可以转慢一点。不过在练习的时候，建议是 localizer index 开始动的时候就开始转，之后再依据状况来决定转弯的速度。以现在这个风向，我会习惯先至少转一半回来，后续就是跟上一个场景一样的修正方式。这里的重点一样是放在钻石的位置。再强调一下 ，track 才是飞机真正飞往的方向，而不是使用 heading 机头的方向。多练习就可以建立自己转弯的前质量。为了不让影片太冗长，本部影片先讲到 localizer。下一部影片会讲述 glide slope 下滑道的操作，以及会做示范。练习的时候建议可以先使用自动油门，等到可以稳定的修正，再来使用手动油门会比较好。有任何建议，欢迎在底下留言。我们下部影片见。